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1号星期六，周末了啊。今天大家看到片子应该会晚，现在都已经7点多了，刚开始。今天跑的也短，今天跟家属一起在这儿，家属在挺靠后的地方，因为他现在跑的比较慢，刚恢复训练没多久。家属上次参赛还是2017年，我们去芝加哥，我参加芝加哥马拉松，也是赛前有一个5公里。家属有一件跟我这一样的衣服，那年的上海，他跑了一个最后边的那个叫什么，3公里还是5公里的一个欢乐跑。这不是长袖啊，这臂套。今天聊评论，看准备了纸条。天稍微的亮一点，时间晚一点，公园里人挺多的。一会儿我在想吃早饭的时候，固定机位再跟大家聊评论了，因为会拍到很多人。这边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你拍到不戴口罩的人脸，如果人家追溯的话是不太好的。那今天我们就不拍第一视角的视频了，好吧？难得出来一起出来吃个早饭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哎，小伙伴们看，早餐啊，这多少钱一套？啊，450日元一份儿，这是2份儿，就20多块钱一份儿吧。行，那咱们开始回评论啊，声音有点背景音，大家见谅。好，第一个啊，那天快冲线的时候拍到前面，我说那个女运动员跑那么快，一身白衣服的，大家有印象吧？那也是本地的一个挺有名的 YouTuber。你看我看到他视频了，然后是佳明手表的选择，我今天是第4次用它啊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您只是跑步，只需要2开头系列的话，那我觉得26加一个动态传感器可能会比较好，就既兼顾了更好的外观和屏幕，同时那点电量损耗其实对跑步来说，甚至对马拉松来说都没有影响。同时呢，你配一个传感器，弥补了用手表做动态数据不准确的一个点，但是这一套呢会有更多的成本。如果你一定需要9系开头的，就是你玩铁三或者玩越野，或者是更极端一点的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955开始，就是这块。能量胶不好吃，咽不下去，或者说抽嗓子这种，我是这么理解这事儿的，兄弟。就是马拉松比赛了，马拉松比赛就是个吃苦的时候，就有东西吃，能让自己身体补充糖，就很不错了。这个真的没办法。不过呢，这东西都是取舍。你看有能量胶特别少，能量密度高，特黏，对吧？然后有能量胶呢，倒是比较好吃，果冻口感或者特稀，但是呢都有优缺点。前者呢你好携带，因为它不沉不大嘛。像后者那种一管这么大的，你马拉松你怎么带4管，是吧？这个都是取长补短吧，就像希望他们能。然后一个小伙伴说自己的女朋友在东京，那天说让他来赛道边看能不能看见我，结果在我的视频里你看见了他，我这个奇妙的缘分了不起。1分钟快1分钟慢，跑多少组？如果您从来没做过这种训练，可以从8组开始起步，或者6组。如果你像我一样要追求成绩，我在就是严肃训练的时候，这个我是跑30组的，然后2分钟快1分钟慢的是跑20组的。春季过敏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大家看这边其实好多人戴口罩，不是因为新冠。大家2019年之前来日本旅行，他们也好多人戴口罩。这边花粉比国内多得多，然后花粉症的人群也多得多。
就特别的难受。我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，就只能忍着。这个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。但是我发现就多跑一跑，尤其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多跑一跑，会对第二年的就是鼻炎的症状有所缓解。起跑靠后特影响成绩怎么办？然后说下周要跑无锡，说在 E 区起跑因为没成绩。我那次也是无锡，我是在B 区，因为那年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嘛，我也是没有国内的成绩当时，这也真没办法。不过无锡一开始路还行，可以跑起来。不可避免的，你开始左右超人的时候是要牺牲一些体力的。但是这个真的没办法，你看东京一开始其实不是太好跑起来，然后我第一个5公里都没有进20分钟。年轻人跑步要不要注意看心率？我觉得如果您确定您身体健康，真的不用，就随意跑就行了，凭体感，因为你不会把自己跑爆的。如果您年龄特别大的，应该要看一看，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再年轻，甚至就是说45岁以内，如果你确定身体健康，其实不用看。人是不可能真的说健康情况下自己跑死的。这跟我之前举过的例子，你开车，你开辆夏利或者开辆小面，你踩到死，它也开不快了，对不对？它也不会爆炸，是吧？怎么平衡工作、跑步和生活？是这样，我其实挺努力工作的，我只是说我没有社交，没有太多的外出娱乐，所以那些时间我用来休息了，也就是这样。你看我4点起床，5点跑步，7点半跑完，8点吃完饭，9点半之前把片子剪辑完，9点半我上班。当然我没有通勤，这是一个优势。工作到11点多一点，做午饭，自己做，吃完饭12点多，然后去买菜、买生活用品，1点多回来继续工作，工作到3点多，下午的训练，然后再工作一会儿，做晚饭，做完晚饭吃完，然后7点多8点多我就睡了，这是我每天的生活。但是大家其实不可能都这样，我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，大多数人都是有社交、有活动、有娱乐的家庭，对吧？全马前1个月要注意什么？减量。全马前1个月的总跑量大概控制在60%，然后逐层递减，到最后2周，最后1周出来降到50%甚至40%，然后就没什么了。注意饮食，控制体重。这饮食的事儿大家可以搜，我之前说过很多了。一般就是这1个月前3周要把碳水往下压，如果你想控制饮食、控制体重的话，前3周就开始压，尽量的就少吃。然后最后1周就按照大多数最后1周的建议，我前2期视频东京之前刚说过，半马需不需要补给？如果你要出成绩，需要补给，而且更早吃。半马一般6公里吃第一个能量标，如果能吃咖啡因就吃咖啡因的，然后12公里、13公里吃第2个，然后全程撑下来。水站呢5公里进，然后可能12.5公里的白水站进，然后17.5公里可以再进，就不进了。因为就是马拉松比赛，不管半马、全马，能量饮料其实意义不大，能量密度太低了，靠那个补聊胜于无了。比赛的心率，像我这个年纪，我最大心率是189，去年测的，半程马拉松可以顶到178，全程马拉松顶到173。如果训练有素的话，如果你只在145，同样的年龄或者更年轻的话，有点太低了。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你心率顶上去，可能是你到那个心率以后，你的整个的身体肌肉还有内脏承受不了，这个只能靠练。就是这跟还是汽车一样，你的车能跑多快，取决于它的这个全方位的能力。这个慢慢来，我一开始跑马拉松心率也就150，到最后就没劲儿了，以后就走路了。你走路的时候也就130、140的心率，但是你就是迈不开腿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啊，从跑1休1到跑2休1，觉得承受不了，累，睡觉的时候腿都疼。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这样，但是还是我那句话，就是你要适度的突破舒适区，才能慢慢的进步。你肯定不能一下突破特别多。特别多，你换来的就是伤病和疼痛和厌跑情绪。但你如果永远不突破，那就永远都突破不了。我承认长时间的慢跑也能提升跑步成绩，但是我通过您的描述看，大多数咱们频道的小伙伴应该都比我年轻，都是年轻人。年轻人还是适度的，我觉得10%可能太少了，可能每个月20%，坚持2个月，然后屏住2个月。
然后再20%，再坚持2个月，再平复2个月就行了。行吧，所有的评论都回完了，今天有点快说的，因为这个家属等着一起吃饭，大家多包涵。今天就跑了一6公里，跑了后几公里挺快的吧，到4公里基本上4分以内，还是这双28 Fly 第2代，今天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对磨脚，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突破舒适区，适应新的装备也是突破舒适区。如果你永远不改变的话，就永远改变不了。如果你认为你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，现状是有无数个东西组成，才变成现在这个现状的，对吧？如果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不变的话，那你的现状也不会改变，是不是？好吧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